6个看似无关紧要却能保命的冷知识。第一条是所有顶尖特工的必修课：大难临头，决定生死的，往往不是你懂多少生存大道理，而是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有些知识平时看似冷门，甚至无用，关键时刻却是逆转局面的救命稻草。本期世界探索站就为你独家揭秘6个教科书里学不到的终极保命冷知识，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第6名，学会3的生存法则。在极度混乱中，你知道应该先做什么吗？是找吃的，还是找水？听好了，答案全在这个所有生存专家都遵循的3的法则里。它不是什么花哨技巧，而是刻在你脑子里的救命闹钟。人缺氧，只能活3分钟；在极端恶劣天气下，如极寒，人失温，只能活3小时；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人只能活3天；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人可以活3周。记住这个法则，能让你在危机初期迅速做出最正确的决策，先保证呼吸和安全，再考虑住所和保暖，然后是水，最后才是食物。清晰的优先级是高效求生的基础。第5名，用指针式手表辨别方向。这是特工电影里常出现的非常经典的导航技巧。当你在北半球时，将手表水平放置，让时针指向太阳的方向，那么时针与表盘上12点位置之间夹角的角平分线所指的方向，大致就是正南方。当你在南半球时，则是将表盘上的12点位置指向太阳，那么12点位置与时针之间夹角的角平分线所指的方向，大致就是正北方。这个方法的原理是基于太阳的视运动规律，虽然会有一些误差，但在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它远比猜测要可靠得多。前提是你得有一块还在走的指针式手表和能看到太阳。第4名，利用人体静脉颜色判断方向。这个方法科学性存疑，仅作为完全没有其他方法时的最后参考。据说在自然光下，伸出你的手腕，如果静脉看起来偏蓝色，那么太阳就在你的身后；如果看起来偏绿色，那么太阳就在你的身前。原理是皮肤对不同光线的散射和吸收不同，知道了太阳的大致方位，你就能判断出基本的东南西北。虽然精确度不高，受肤色、光线强度等影响很大，但在完全迷失方向时，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尝试。第3名，快速生活技巧。你只需要2样东西，一块细密的0000号最易燃钢丝绒和一块9伏电池。操作超简单，将钢丝绒稍微拉扯蓬松，然后用9V 电池的正负极同时接触钢丝绒的纤维，瞬间电流通过极细的钢丝，使其迅速升温氧化，产生明亮的火花和高温，足以点燃你准备好的引火物，如棉花、干纸巾。这个方法速度极快，成功率高，而且相对抗风。在你的应急包里放上一小块钢丝绒和一块9伏电池，你就有了一个秘密的点火按钮。第2名，口香糖的粘性妙用。除了清新口气，嚼过的口香糖在应急时可是个超强的粘合剂和密封剂。比如在潮湿环境下，可以用它包裹住火柴头，起到一定的防水作用。水管或水瓶出现了轻微的无压力的渗漏，可以用较软的口香糖临时堵住漏点。修理小物件时，可以用它粘住掉落的小螺丝，防止丢失，甚至可以用它将细小的电线临时固定。虽然不是长久之计，但在没有胶水或胶带时，这块小小的口香糖就是你的应急万能胶。第1名，观察并利用基线行为进行判断。所谓基线，就是一个特定环境或一个特定的人在正常无压力状态下的常态表现。比如一个平静的办公室，其基线就是人们各自工作，偶尔交谈，键盘声、打印机声交织。一个普通的社区街道，其基线就是人们散步、遛狗、孩子嬉戏的放松状态。一个人平时说话的语速、习惯性的手势、眼神的状态，这就是他的个人基线。为什么它能救命？记住这句话，所有危险和谎言在暴露前都会先打破基线。一个平静的环境突然变得异常安静，所有动物噤声，所有人都停止交谈，这往往是巨大威胁来临的前兆。一个本应喧闹的环境，某个区域却出现了真空，人们下意识地绕开，那里一定有问题。一个人的行为举止突然与他平时的基线或周围环境的基线产生巨大反差，如在放松的人群中，他却高度警惕，手按腰间，他很可能就是潜在的威胁。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基线行为，比如平时说话很流畅，
当你问到某个关键问题时，如果他的行为突然改变，如眼神躲闪、吞咽口水、频繁触摸鼻子，这就偏离了他的基线，可能表明他在说谎或隐瞒。进入一个新环境，不要急着行动，先花几分钟建立这个环境的行为基线。一旦发现有偏离基线的异常，你的警报就应该拉响。好了，今天介绍的这6个救命冷知识，哪一个最让你感到脑洞大开？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让你长姿势了，对你有启发，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